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奇妙又很温暖的故事哦。书名是《阿米星星的小孩》。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海边有个小男孩叫彼得罗，对，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自称是从外星来的朋友，叫做阿米。这整个过程不只是那种飞天遁地的冒险啦，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心灵的奇遇记。没错。我们等一下就会跟着彼得罗的脚步，从他遇到阿米那个晚上开始，看看他们到底经历了哪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是的，这个故事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童书嘛，有点科幻，但其实里面包裹了蛮深刻的一些哲学思考。真的，阿米这个角色，这个所谓的外星小孩，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去反思很多事情，像是生命啊、爱啊、宇宙啊，甚至我们人类自己这个文明，未来要往哪里走？哇！所以这趟旅程，我觉得关键字就是看见，看见我们平常可能忽略掉的东西。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了，故事一开始就超戏剧性的。彼得罗一个人嘛，在海边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光掉到海里面去。对，结果游上岸的是一个穿着那种白色紧身衣的小孩，自称阿米。他明明看起来就是个小孩，个子小小的，结果他说他年纪很大了。对，这个反差。最扯的是这里，彼得罗心里偷偷在想生日蛋糕。对，结果阿米竟然笑着问他说：“你的蛋糕上要插几支小蜡烛啊？”这个真的，当场吓傻，这完全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了嘛？没错，这个开场非常关键，心灵感应这个能力的展现，对，不止马上让你知道，这个阿米不简单，是外星来的，更直接冲击了彼得罗，可能也冲击了正在听的你对于现实的定义。真的，他好像在说，准备好了啦，你接下来的世界观可能要翻转一下咯。对对对，这是对我们已知世界的第一个很温柔的挑战。而且接下来阿米做的事情更好玩。他就在沙滩上啊，鼓励彼得罗说：“你想象你是小鸟。”结果彼得罗竟然真的感觉到自己好像短暂的飞起来嘞！哇，超酷的吧？然后阿米还拿出他那个迷你电视，可以收到地球上所有的频道然后还笑说：“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很可怕的坏外星人都是乱演的啦。”对，他说真正那种科技很高，然后又很邪恶的文明根本不太可能存在。这个观点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一个文明，那个爱心的程度，就是说，如果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那他们在有能力去侵略别人之前，可能就先把自己搞垮了，自我毁灭了。哦，原来是这样。对，这一点其实蛮发人深省的。一方面，彼得罗那个短暂飞行的体验，对，虽然故事没有讲得很科学了，但好像在暗示我们的信念啊，或是心灵力量，可能真的有超越物理限制的潜力。想象力。对，点燃了那个想象。另一方面，关于那个邪恶高科技文明不存在的论点，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对宇宙更乐观、更安心的视角。确实，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法则，就是科技发展必须要跟爱的水平相辅相成，不然就会自己毁灭。这个可以看作是一种宇宙的自我保护机制吧？有道理耶。对啊，也像是对那种纯粹弱肉强食、黑暗森林法则的一种比较温柔的反驳。接着阿米又秀了他的更多高科技，像是那个可以即时翻译任何语言的翻译通。那个很方便。还有一个可以透视的小电视，他还很得意的说是他小学美劳作品。真的假的？小学作品就这么厉害？对啊，用这个电视，他们还能看到彼得罗家里那个正在睡觉的奶奶。哇！不过，当彼得罗忍不住问说：“那地球未来会不会毁灭啊？”这种大问题，阿密却回答说：“未来是不知道的啦，
幸好谁也不知道。哦，他说不然人生就不好玩了。这句话也蛮有哲理的。对啊，然后他也解释说，虽然地球现在是有点危险，因为科技跑得太快，爱心有点跟不上。失衡了。但是他们这些比较进步的文明也不能随便大规模的跑来介入。为什么不行？因为有一个宇宙法则规定，不能去干涉那些还没准备好的世界的自然发展。这个宇宙法则听起来很重要。这里就看到，高文明的科技虽然很厉害，像透视这种能力，对，会让人觉得很方便，但也可能会想到，那隐私怎么办？没错。但更有意思的是，阿密提到的限制，关于未知未来的那个价值，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去体验过程本身，这件事很重要。对，不要一直担心未来。然后那个不干涉原则，这个特别关键。他解释了为什么就算外星文明真的存在，可能也不会像电影演的那样，哇，大张旗鼓的出现。他们也许会像阿密这样，做一些小规模的启发式的接触。但是要尊重每个文明自己学习和进化的过程，避免造成依赖或者更大的混乱。哇，这是一种很有智慧也很有耐心的宇宙观呢。可以这么说。然后为了让彼得罗真正体会那个活在当下，阿密还特别带着他去感受身边的小事情。例如像是月光啊，听听青蛙叫啊，闻闻花香啊，他就一直跟彼得罗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用心去感受。对，然后中间一个插曲超好笑，他们路上遇到警察盘查，阿米竟然用一种不知道什么心灵力量，有点像催眠吧，让那个警察先生在原地待站了10分钟。哇塞，这么厉害。对啊，然后阿米就解释说，其实大部分的地球人都活在一种噩梦式催眠里面。噩梦式催眠。就是被各种忧虑啊、恐惧啊，还有一些社会上错误的观念给绑架了。结果反而看不见真实生活本身有多美好。噩梦式催眠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对吼？它指的可能就是我们心里面那些负面的，好像自动播放的思考模式，或者是社会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很僵化的期待，让我们好像在梦游一样。对，生命本身那么丰富的东西，视而不见。没错。阿米这番话其实是在叫醒彼得罗嘛，也是在提醒我们大家，所谓的清醒，就是要有意识的去感受、去体验、去爱、去发现那些平凡里面的不平凡。这其实是在强调我们的内在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经验这个外在世界。讲得真好。经过了前面这些铺陈呢，彼得罗终于鼓起勇气，跟着阿米登上了他的飞船。终于要上去了。对，那个飞船内部听起来好像是为小孩设计的，控制方式也很特别。阿米还秀了飞船可以隐形，还有一个超酷的功能叫做到位旅行。到位什么意思？就是根本不用飞，咻一下，一瞬间就从海滩移动到好几百公里外彼得罗住的那个城市的上空了。哇，瞬间移动。对啊，他们还透过一个那种立体的荧幕观察彼得罗的家。不过阿米还是不肯把他那个老古董透视电视送给彼得罗。为什么？不是说是美劳作品吗？他说怕高科技被用在不好的地方了。还是有这个顾虑。登上飞船这个情节可以说是彼得罗也是读者的视野。对，从个人层面摔下拉到宇宙尺度的关键转折。这不只展示了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科技特别是那个到位、瞬间移动的概念，超扯的。它暗示着对时间跟空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跟驾驭方式。所以这趟旅程不只是物理上的移动，更是心智上的一种扩展。没错。同时，阿米又再次强调了科技伦理，这点很重要。对，能力越大，那个责任还有潜在的风险也越大。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嘛，但怎么用它，就取决于使用者的意识水平，也就是阿米一直强调的爱心。接下来的旅程更夸张了。还有更厉害的。他们瞬间从南美洲飞到亚洲的孟买。哇，
又瞬间去了阿拉斯加，还故意让一个正在打猎的猎人看到飞船。哈哈，故意的哦。对，然后阿米拿出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做进化测量器。进化测量器测什么的？他说可以测量生物的爱心水平，或者说是进化程度。爱心水平，这怎么测啊？不知道哎，反正结果显示那个猎人有750度。750度？他猎的那只熊是100度，旁边的鱼只有50度。哇！那阿米自己呢？760度，比猎人高一点点。对，然后他还透露说，地球上其实也有达到800度以上的人哦。真的假的？地球上也有？阿米就解释说，这个度数代表的就是进化水平。那这个水平取决于两个东西要平衡，一个是头脑，就是智力；另一个是心灵，就是情感。头脑跟心灵的平衡。对，他说，真正的智慧是良心服务才智。像皮斗罗他不是有个叔叔在研究武器吗？阿米就说，像他叔叔那样，就算再聪明，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进化。哇，这个进化测量器跟度数的概念，可以说是故事里面最核心也大胆的一个设定了。对啊，很难想象。它等于是试图把爱这个我们通常觉得很主观、很抽象的情感，把它量化成一个好像可以客观衡量的，生命进化层次的标准。对，这就挑战了我们传统上好像都是用智力啊、科技啊或者物质成就来评判进步的观念。没错。阿密强调的这个头脑与心灵的平衡，更是直接点出我们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一个失衡状态。就是我们可能过度追求智力发展，可是却忽略了情感、同理心还有爱的培养。好像真的是这样耶。所以真正的进化，在阿米的世界观里，是被定义成你内在那个光芒的强度。内在的光芒，哇哦！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又瞬间移动到日本东京，又跑去东京了。对，让飞船出现在更多人面前。其中甚至还有一个，正在电视节目上侃侃而谈，说根本没有飞碟的那种科学家。这太讽刺了吧，打脸呢，超好笑的。然后他们就直奔月球了，上月球了。从月球回头看那颗蓝色的又脆弱又美丽的地球，彼得罗一定被深深的震撼到了。那肯定的，那个画面光想就很震撼。阿米就趁机跟他解释，大气层是怎么保护地球的，然后也顺便批评了一下我们人类造成的环境污染。机会教育。更有意思的是当飞船的荧幕上出现地球上那些战争的画面，彼得罗看了就很困惑，很难过，就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大哉问。阿米就解释说，这其实是宇宙的学习机制。学习机制。对，他说生命需要透过亲身的经历，包括痛苦，甚至所谓的轮回，才能真正学会爱与和谐。而那个宇宙法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啦，会确保一切最终都趋向平衡。从月球看地球这个视角的转换非常重要，它提供了一种抽离感。对，让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宏观也更珍惜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家园。阿米对于苦难的这个解释，触碰到了非常深刻的哲学甚至神学的议题。对啊，他提出的观点是苦难，它不是惩罚，不是惩罚，对，它是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习经验，好像是宇宙大智慧安排的必修课。必修课哇！这等于是尝试去调和我们内心对于一个仁慈的宇宙跟现实世界充满苦难之间的那个矛盾。认为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它们是一个更大画面里的不同部分。这个解释蛮能让人接受的。接着他们又进行了一段很奇妙的旅行，像是穿越那种彩色的音乐隧道一样的星际旅行。哇！然后来到了一个叫做奥菲尔的星球。奥菲尔。对，那里的景象跟地球完全不一样，有巨大的红色太阳，草地是橙黄色的。阿米说，住在奥菲尔的那些人其实是
几千年前地球发生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亚特兰提斯沉没啦。啊，亚特兰提斯。对，当时被他们救走的那批，进化水准已经超过700度的人类的后代。哇塞，所以奥菲尔人是地球人的后代，而且是进化过的。算是吧。阿米说他们现在身材都很高大。他还开玩笑说，地球幸存者因为辐射影响变矮了。哈哈哈。他们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古铜色，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城市盖面的地方。没有城市？对，就是跟大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的环境。哇，奥菲尔星球的出现，就像是给毕德罗也给我们看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样板。对，一个理想国的感觉。他很巧妙地把那个古老的传说亚特兰提斯，跟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把它连接起来了。这个星球描绘的是一个，科技可能也很发达，不然怎么被星际救援嘛？对啊。但又选择跟自然和谐共存，然后人际关系充满爱的一个社会模式。这不只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提出反思啦，也好像在暗示，地球未来可能的路径。如果我们选择提升那个爱的水平，跟环境好好相处，也许也能走向类似的境界。反过来说，如果继续失衡下去，那可能就重蹈覆辙了。哇，那个700度的门槛又被提了一次，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化里程碑。对，真的，在奥菲尔，彼得罗就观察到那边的人，互动方式跟地球差很多。怎么说？他们总是看起来那么友善，那么平和，然后人跟人之间非常亲近，常常互相拥抱啊，表达关心跟爱意。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一种喜悦跟互相帮助的感觉。听起来真好。阿米就跟他说，这就是完全按照宇宙基本法则生活的样子啊，那个法则又出现了。对，阿米又一次强调这个法则超级重要。他说，如果不了解它，人根本没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的好，什么是坏。如果地球人也能遵循这个法则的话，地球早就变成天堂了。不过呢，阿米还是卖关子，没有直接把那个法则的条文讲出来。虽然那个宇宙基本法则的具体内容到这里还是个谜啦。对呀，超好奇的。但是奥菲尔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其实就已经部分揭示了答案。他们的行为模式嘛，和平、友爱、互助、喜悦跟自然和谐共处。这些就是法则运作下的自然结果啊。这好像在提示我们，法则的核心精神可能比文字本身更重要。重要的不是去背那些条文，而是去活出那种状态。有道理。奥菲尔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范例，展示了如果遵循这个法则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看到奥菲尔人那么快乐自在，彼得罗就很好奇了，就问阿米说，难道他们都没有问题吗？这也是我想问的。我们只有挑战。没有问题，只有挑战。对，他还批评地球人，又拿彼得罗那个科学家叔叔当例子，他叔叔真可怜，一直被当反面教材。说地球人常常觉得人生就是用来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觉得这样才有意义。阿米说，这其实是过度依赖那个头脑智力中心的表现。他就劝彼得罗说，你要学会更多的去感觉、享受、倾听、触摸，用一颗小孩子那样新鲜的眼光去重新发现生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宇宙给的最棒的礼物。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转变哦，从解决问题的人生模式，对，切换到体验与感受的人生模式。阿米不是说挑战不存在，而是你看待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不是烦恼的问题，而是可以促进你成长的挑战。哇，这跟前面提到的那个清醒生活，还有活在当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对对对，都是在强调感官的觉知，还有内在体验的重要性。这也是对我们现代社会，过度强调功利性、目标导向的生活方式提出的一种反思吧。真的。
阿米后来又更深入的解释了之前提过的那个2个中心，头脑跟心灵。对，头脑的智力中心，还有心灵的情感中心。他打了个比方他说有些人，像善良的傻瓜，善良的傻瓜，就是很有爱心，可是缺乏智慧，可能容易被骗或者好心办坏事啊，好像有这种人。对，然后另外一种极端呢，是像邪恶的聪明人哦，非常聪明，可是没有爱心，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阿米说，这2种都是失衡的状态。真正的进化需要这2个中心，和谐地发展，要用智慧来引导情感，让小爱可以升华成大爱。同时也要用情感来温暖智力，让那些聪明才智变成真正对大家有益的智慧。这是对前面那个进化水平概念的进一步阐释跟深化了。对，它厘清了光有感性或是光有理性的局限性，强调那个整合跟平衡是绝对重要的。善良的傻瓜跟邪恶的聪明人，这2个比喻超生动的。对呀，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单一维度的发展是不够的。没错。所以阿米说的那个更高的进化水平，不只是指你爱的情感有多强烈更是指你这种爱是不是有被智慧所引导、所平衡，变成一种成熟、稳定而且有建设性的力量。哇，原来是这样，彼得罗听得有点迷迷糊糊的。对，可以理解，这些概念蛮深的。对啊，他不太清楚那个思考跟感觉到底是什么关系。阿米就用了听音乐当例子。怎么说？他说，光是你意识到有音乐的存在，就是你察觉到有声音嘛。这不代表你在享受这段音乐要享受音乐，你需要动用你的爱、你的情感去跟它连结。意识或者说觉察力是比思考更高一层的东西。对，但光有觉察还不够。如果没有爱的参与，你就没办法真正深入的去体验到事物的美好，还有其中的幸福感。这个区分很有意思它等于把人的内在体验分成了几个层次。对，最基础的是思考，像是分析判断然后是意识或觉察，就是单纯的知道、看见。但最高层次能够带来真正幸福跟连结感，是爱或者说享受。没错，思考是工具，觉察是基础平台，而爱是让体验变得深刻、有意义的那个关键要素。这好像指向了一种超越纯粹逻辑分析的心灵境界，强调了情感连结在完整体验里面的核心地位。最后阿米就给出了他这趟旅程最想传达的核心结论了。是什么？他说，在所有人类的能力里面，最宝贵、最重要的就是爱的能力。爱的能力。对，因为他说，即使你拥有了很高的意识跟觉察力，如果你没有爱，你还是没办法真正的去享受生命，享受这个宇宙。他就鼓励彼得罗，也像是在鼓励我们听众啦。对，要去努力热爱身边的一切，要生活在爱之中。因为当你用爱去看待事物，你就能从里面获得更多，体验到更深的幸福。这个例子很好。他还举例说，就像同样是看月亮，一个很热爱月亮的人，会比一个对月亮没感觉的人，从中得到多得多的快乐。对，感受不同。阿米还指出我们地球人类普遍还处在比较重视智力发展的那个第3级阶段。第3级？还没有普遍认识到爱才是通往更高层次的钥匙。哇，这可以说是整趟旅程的最高指导原则。没错，把爱定义成人类的最高能力，而不是我们平常强调的什么智力权力财富这些。而且这里的爱不只是一种温情的情感它被提升到一种能够扩展意识、连结万物、获取深层幸福的根本途径。对，这等于是为个人的心灵成长，还有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指明了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就是要去发展爱的能力。
故事就差不多到尾声了。经过这趟又奇妙又充满启示的星际旅行，彼得罗真的是又累又兴奋，肯定消化不良了，哈哈。对啊，阿米也要准备离开了，但他这次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彼得罗能把这一切，写成一本书，把这些讯息传递出去。原来写书是阿米的任务。对，看来这个目的是达成了。阿米胸前不是一直带着有个金色的徽章吗？对，好像有提到。那个图案就是一颗长着翅膀的星。阿米说，这就是他想传达的所有讯息最完美的象征。没错，长着翅膀的星，这个意象为整个故事画下了一个既优美又充满寓意的句点。它象征着爱，就是那个星嘛。对，因为有了智慧跟意识的提升，而能够飞翔，就是那个翅膀。超越物质世界的限制，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哇！而这本书本身就像是阿米在地球上，撒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他期待读到这个故事的人，能够从中获得启发，让自己的心，也能够找到那双无形的翅膀，学会飞翔。哇，真的跟着彼得罗和阿米的这趟旅程，真的是充满了惊奇，还有很深刻的启示。从那个不可思议的海滩初遇开始，到后来穿越星际的冒险，再到对生命啊、爱呀、宇宙法则的探讨。对，感觉好像我们的心也跟着他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跟升级一样。的确，这趟旅程最终留下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却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如果爱真的是衡量进化、通往更美好世界的关键，那么，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你感觉自己内心的那份光芒，现在有多亮呢？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说有意识的去选择什么，来滋养这份内在的光，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更明亮、更温暖的照耀出来呢？这真的是个好问题，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